辉宝在600天的时候发现了夹心胡萝卜的秘密，可以从边边上把胡萝卜吃掉，最后再若无其事的把窝头藏起来。600天的专属保时捷，辉宝小朋友加速冲进内场，发现居然是窝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野马，今天早上带大家来看宝家族了。今天是瑞宝和辉宝小朋友来到地球的600天。第一轮进来的时候，爱宝和瑞宝小朋友躺在雪地里，辉宝小朋友捡到一颗小竹子，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走开了。艾女士躺在雪地里，好像在晒日光浴。爱宝邀请瑞宝小朋友一起来晒日光浴。看来瑞宝小朋友不想晒日光浴，只想和小雪球玩。瑞宝小朋友一定觉得太阳太耀眼了，帮妈妈捂捂眼睛。瑞宝不和妈妈一起晒日光浴了，跑去其他地方玩了。女士因为担心，默默地跟着瑞宝。果然，瑞宝小朋友脚下一滑，差点滚了下去。艾女士一口咬住，把他救了回来。瑞宝小朋友还想要继续爬，瑞宝就默默地跟着他，咬住瑞宝这松松垮垮的毛大衣，不让他继续爬。明显瑞宝小朋友根本不想听，就又开始了和艾女士打架。爱宝和瑞宝今天打架的位置真的离我们观众好近，看他们打架看得非常清楚。在这里明显看到了艾女士咬住了瑞宝同学的头皮，难道大家头上的小揪揪都是出自于艾女士的嘴中吗？和瑞宝打打闹闹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好像这边阳光也不错，艾女士突然又晒起了日光浴。爱宝觉得瑞宝这边没有阳光，想要把它叼到有阳光的地方。早上的太阳很温暖，多晒一晒，有利于长腿长。看我们瑞宝小朋友的小长腿。爱宝和瑞宝在这边打打闹闹，辉宝同学去哪儿了呢？宋宝也很好奇，赶紧出来看看。宋宝不敢相信，今天辉宝小朋友这么乖，自己一个人居然在小饭桌上吃饭。赶紧先得掏出手机来记录一下，先来记录一下打架的2位小朋友。瑞宝小朋友继续缠着艾女士，让艾女士跟他继续玩。没想到这位109斤的小朋友都可以推动艾女士了，之后就一个不小心滑了下去。这边本来打得火热的2个小朋友突然愣住了。宝就这么进来了，爱宝想要走过去，没想到瑞宝小朋友走到半路滑了下去。艾女士发现一个洞，再继续挖，看起来艾女士很喜欢这个洞，可以坐在洞里，很凉快。让瑞宝去别的地方玩去。现在的雪都化成了冰沙，瑞宝小朋友上山有点困难，一个不小心还会滑下去。瑞宝看宋宝在拍照，也想让宋宝帮自己拍一张。爱宝看起来也想拍一张呢。现在的冰沙以艾女士的体重会陷进去。趁妈妈的脚陷在雪里，瑞宝小朋友又出来和妈妈打闹。今天的辉宝小朋友也太乖了，宋宝会奖励他什么呢？一个大大的夹心胡萝卜。
这就是大家今天早上的户外散步时间。宋宝在很努力的拍照，辉宝在很努力的吃饭。天哪，天哪！大家没有看错，是我们大概260斤的小爱，她滑了下来。10分钟到了，大家都很忙。辉宝和宋宝在拍照，瑞宝和爱宝在滑滑梯。你们开心的玩，下一轮见。今天是妹妹们的600天，还挺开心的，美好的一天的开始。等我再进来的时候，这个金灿灿的小屁股他是谁？爱宝在通道里一直叫他，但好像并没有什么作用，通道的门就关上了。宋宝带了秘密武器入场，叫瑞宝同学下班。这个秘密武器就是宋宝手里的小胡萝卜。瑞宝看在了小胡萝卜的面子上，赶紧从树上下去。玩了一个胡萝卜就不动了。确认过了，宋宝手里还有一个小胡萝卜，很开心，又吃到一个胡萝卜。现在就可以开开心心的下班了。这时候瑞宝小朋友也回室内场了，从外面散步回来，得赶紧跑到自己的小草丛里生产红薯。辉宝和妈妈在小饭桌上吃饭，小饭桌的后面探出一个小脑袋，瑞宝也要加入他们一起吃早饭。3个小朋友外出之后都有点饿，都很认真的在吃竹子。瑞宝这一大口一大口的吃着竹叶，于是突然起来了，不和小孩坐一桌了。瑞宝小朋友还在看妈妈去干什么了，他就赶紧叼了一颗竹子，坐到了他平时最喜欢的位置上。2个小朋友在小孩桌吃竹子，另一边的小饭桌上也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竹叶。艾女士就跑到了这边的小饭桌上，享受自由的早餐时间。这2个小朋友都好喜欢躺着吃呀。突然吃着吃着，瑞宝同学转了一个圈儿。这一边的竹子都吃的差不多了，都留给妹妹吧，她也要去艾女士那边的小饭桌吃早饭了。辉宝小朋友，你慢慢吃，一亿的限时10分钟到了，那下午见了。今天是瑞宝和辉宝小朋友的600天，人果然多。上午没有预约时间了。下午进来的第1轮，2个小朋友还都挂在树上睡觉。瑞宝小朋友的长靴。这时候艾女士已经睡醒了，在院子里溜达来溜达去，提醒饲养员该放加餐了。闻了一下，加餐还没有做好。继续在小院子里的角角落落开始散步，在丛林中走出了一只大熊猫。艾女士今天想点竹子和胡萝卜，还有2份儿童套餐，放下了红薯作为交换。艾女士在等出餐的时候，辉宝小朋友突然醒了，就是这么的突然，没有任何起床准备，非常丝滑的从树上滑了下来。这1秒就醒，又无缝衔接了下树。
辉宝确定不是在梦游吧？辉宝这会儿看起来刚醒，有点没缓过来。当他冲下去的时候，艾女士已经回去吃加餐了。有点小伤心，没有赶上。这时候，宋宝带着他的儿童套餐一路小跑走过来了。树上的这位儿童顾客还没睡醒，树下的这位儿童顾客有点着急。今天的儿童套餐是纯窝头、纯胡萝卜和夹心胡萝卜。夹心胡萝卜是辉宝小朋友专门的儿童套餐。宋宝为了让各位家长放心，要拍摄他认真吃饭的样子。想到辉宝一个不小心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把胡萝卜片给弄掉了。宋宝就给他换了一个。宋宝现在在头脑风暴，因为不敢把碗放下，会被小熊抢走，但是就没有手去记录辉宝成功吃窝头的画面了。想了一下，先给了辉宝一个胡萝卜，让他原地等。宋宝又冲到小水池去把刚才的胡萝卜洗干净。这时候碗里没有剩其他的小零食了，放心的放到地上，开始记录辉宝同学吃夹心胡萝卜的过程。辉宝成功的接过去了。当宋宝以为他要成功了的时候，辉宝在600天的时候发现了夹心胡萝卜的秘密，可以从边边上把胡萝卜吃掉，最后再若无其事的把窝头藏起来。辉宝和宋宝快乐的结束了零食时间。瑞宝小朋友好像梦到了自己吃了胡萝卜，还有窝头。要拍40分钟，一波比一波更长。等我再进来的时候，大家都醒了，一起坐在小饭桌上吃饭。瑞宝展现了长腿优势，手脚并用的吃饭。看瑞宝小朋友的腿长，这得超过50厘米吧。现在看瑞宝小朋友吃饭，也有种感觉，这个竹子好像很好吃。小石头也想尝尝竹子的味道。瑞宝又换了一个吃饭的姿势，我以为是会朝向我们开始吃，没想到一下躺下去了，变成了小熊饼。辉宝小朋友除了吃窝头不积极，吃竹子还是很积极努力的。这时候辉宝和爱宝同时看向了瑞宝的竹子，感觉瑞宝这颗竹子很好吃。艾女士先动手，先抢了一块小竹子尝尝。辉宝小朋友也发现了机会，也过来抢这颗很香的竹子。还送了观众小石头们礼物。就这样，辉宝也抢到了一边，3个小熊在分享一颗竹子。这时候瑞宝想把这颗竹子抢回去，结果一个不小心翻滚下了小饭桌，手里还是不能放弃这颗竹子。瑞
瑞宝小朋友来掩饰尴尬的方式是甜甜的微笑，边制作红薯边微笑，甜甜的微笑，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这个小朋友又坐在草地里继续吃竹子。我们隔壁的柠檬阿姨在研究新玩具，发现玩具里没有零食，就走开了。今天的熊猫小火车又要开到哪里？这个时间是爱宝、瑞宝、辉宝准备外出散步的时间。一般是他们会先在室内场溜达，然后饲养员会在室外场给他们准备好下午茶。爱宝已经很着急，想要出去了。瑞宝也在紧跟着爱宝，他一定又在打妈妈的窝头或者是胡萝卜的主意。时候的辉宝小朋友就显得很成熟稳重了，捡了一个小竹子，在路中间就开始吃了起来。吃完，他也要去找姐姐和妈妈会合了。三个小朋友都在抢位置，都想第一个冲出室外场。瑞宝在很好奇地看向饲养员室，今天的胡萝卜会放在哪里呢？瑞宝现在只想赶紧冲出外场，去抢妈妈的胡萝卜，一直坐在门口不肯走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开门，他也先走回了室内场。这时候爱宝跟辉宝在打闹，辉宝跳上了台子，瑞宝小朋友也挤上了台子，因为他非常着急想去室外场，但是饲养员室外准备还没有准备好，小朋友就有点无聊，先打了个滚儿。又从台子上直接跳下去，和妹妹继续打闹。来自姐姐109斤沉重的爱，辉宝小朋友被压到了下面。艾女士看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也要加入。艾女士是要准备打滚吗？好像并没有成功。艾女士就很开心的在和瑞宝、辉宝小朋友打打闹闹。让两位小朋友感受一下这沉重的母爱。我记得上一次爱宝公布的体重好像是130多公斤，不知道现在多重了。爱宝玩着玩着，瑞宝先掉下了小台子，辉宝趁这个时候赶紧跑，在独木桥上又碰到了艾女士。因为限时到了，下一个10分钟再见了。当我出场的时候，发现了外场真的有准备胡萝卜，
估计这一波他们就会在外面了，因为外面已经都准备好了。我再进去40分钟以后，应该差不多吧。当我再进来的时候，发现宋宝给他们准备了600天纪念，600天的专属保时捷。这时候宋宝进来放了一块窝头，就赶紧跑回饲养员室，让他们好快快的回内场，怕他们在通道里等着急了。爱宝成功的从通道先出来了，今天的保卫窝头大战。瑞宝小朋友闻到了窝头的味道在哪里，辉宝小朋友加速冲进内场，发现居然是窝头，直接乖乖的就去吃竹子了。这时候瑞宝发现窝头已经在妈妈手里了，赶紧挤回小饭桌，还想要抢妈妈的窝头，看来今天是没有什么办法了。这个小朋友翘着尾巴，他对竹子做了什么？一转头又坐下开始吃竹子了。3个小朋友又开始了各自忙碌吃竹子。当我看到他们3个人的位置的时候，就在想，这个位置3缺1呀，有没有哪位小石头想要来打麻将？3个小朋友还在认真的吃竹子，限时10分钟又到了，我要出去了。室内，乐先生的加餐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乐先生呢，他还在室外雪地上欢快的打滚呢，还在雪上摆各种帅气的动作，让各位姨姨帮他拍照。看到了600天礼物，很可爱，放在车上了。今天的最后一轮了，3个小朋友异常的安静。天哪，刚才的600天去哪儿了？看着满地的竹子，刚才发生了什么大战？瑰宝小朋友还黑乎乎的，像刚去挖煤了一样。瑞宝小朋友不语，只是一直吃饭。辉宝小朋友也捡起了一根竹子开始吃。没想到这个小竹子还掉下去了，辉宝小朋友居然想用嘴接回他的小竹子，用了这么高难度的下来方式，我们辉宝真厉害呢。艾女士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也该下班了，小跟班辉宝小朋友在路上捡了一颗竹子，又开始吃了起来。艾女士在楼梯上写下了今天的日记，庆祝瑞宝、辉宝小朋友600天了。辉宝读了妈妈的信之后，在这里写回信呢。今天过得很开心，吃到了纯纯的胡萝卜，没有吃到小窝头。艾女士又在树下写了另一封信，可是瑞宝小朋友还在吃饭。小跟班辉宝小朋友，艾宝看还没有下班，决定去睡一会儿。
辉宝小朋友就在一边开始自己玩滑梯。还来帮妈妈侦查下班的门有没有打开，还要去告诉艾女士下班的门还没有打开。走累了就在平衡木的中间休息一会儿。这时候艾女士又来了，辉宝赶紧让开往后退。这一次艾女士选择了绕开，辉宝有点不太敢相信，又滚了下来。辉宝小朋友又变得很忙，又冲到了小饭桌上。这一次还是倒立式下小饭桌，想到直接滚了出去。发现下班的门还没有打开，瑞宝小朋友也来看看门打开了没有。还没有，他就又回去了。辉宝小朋友来敲门，艾宝小朋友也来敲门。两个小朋友非常着急想下班。就在瑞宝还在选小竹子的时候，妹妹像闪电一样飞快地冲回了家。瑞宝表示很震惊，瑞宝也准备要下来了。这就是腿长优势吗？瑞宝突然发现爷爷装饰的600天怎么没了？瑞宝小朋友，因为在你脚下呀。宗宝装饰的600零在这里，其他的呢？这样瑞宝小朋友左逛右逛，也成功下班了。这是这辆保时捷原来的模样，这是他下班的模样。从爱宝乐园回首尔的路上，还碰到了宝家族，他们一家子也要出去玩呢。好啦，我也要回家了，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下一期见，拜拜。